姐姐结婚3天回门就遭妹妹和继母的欺负，只因他们断定姐姐不得秦王的喜爱，而且妹妹一直觉得是姐姐抢了她秦王妃的位置。就在姐姐无力反抗时，下秒秦王骑马赶来为她撑腰。韩太医好家教，今日王妃回门，不但无人迎接，还被拦在门外。若不是本王及时赶到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秦王说完，直接罚妹妹当姐姐的婢女随意使唤，并当场粉碎了她想做侧妃的美梦。本王可没有纳同一门姐妹为妃的癖好，我劝你还是安安分分的守着你自己的位置。若是一时胡言乱语，玷污了本王和本王妃的名誉，本王唯你是问。可是哪知不甘心的韩若雪竟趁着伺候云溪的间隙伺机报复，故意将滚烫的茶水打翻在地，幸好被秦王眼疾手快，护住了云溪的平安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胆子也太大，竟敢伤了秦王殿下！替本王妃去院子里罚跪，跪到秦王满意为止。你敢打我？怎样？心思缜密的秦王怎会不懂云溪有意维护韩若雪的心思？可头脑简单的韩若雪却误以为云溪仗着王妃的身份打压自己，被云溪恨到了极点。然而，当云溪将秦王带到娘亲的画像前，秦王这才震惊地发现云溪的娘亲竟是是拼死保护他的女儿。如果不是因为自己，云溪的娘亲或许能活着，这份恩情无以为报，此生也只能拼死保护他的女儿一世周全。夫人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女儿的。然而云溪与龙飞叶成亲半年以来却始终没有圆房，这让疼爱她的三姨娘心里颇为着急。只见三姨娘将亲自求来的生子符塞到云溪的手上，叮嘱她一定要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，这样就可以为秦王生下一儿半女，她在秦王府的地位才会稳固。所谓母凭子贵，这普通人家尚且如此，何况是秦王府呢？你说像秦王那样的男子，多少姑娘都等着嫁给他呢。云溪瞬间就被三姨娘的话羞红了脸，哪知她刚回到王府，还没来得及母凭子贵，就见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出现在了眼前。她就是龙飞叶的表妹百里明香。从小就暗恋龙飞叶的她发誓，长大后一定要嫁入秦王府，成为龙飞叶的王妃，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，服毒10余年，只为养成美人血，以解龙飞叶身上的蛊毒。可她万万没想到，在她休养的这段时间，心上人竟被太后赐婚，娶了别的女人为妻。不过她也丝毫不在意，信心满满的以为凭借自己的美貌加上对龙飞叶的付出，定能取代云溪成为最配得上龙飞叶的女人。见龙飞叶只是随口提了一下云溪，她便故意装出一副体弱的模样，倒在了龙飞叶的怀里，试图引起龙飞叶的怜悯，好留下来陪她。怎料这举止亲密的一幕，恰巧被躲在门外的云溪撞个正着。看着这般娇艳如花的百里明香勾引她的夫君，云溪第一次感受到了危机感。答应我的事情忘了也就算了，还跟别的姑娘搂搂抱抱，连句解释都没有。算了，本姑娘不稀罕，睡觉，睡觉。眼看情敌径直闯入了家门，云溪决定不再坐以待毙。只见她插上精美的发饰，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众人的面前，顿时让龙飞叶眼前一亮，也让一旁的百里明香嗤之以鼻。韩姑娘，你起来啦，跟我们一起喝茶吧。我们都已经用过早点了，我让下人给你准备一些。哎，叫谁姑娘呢？我们云溪啊，现在可是秦王妃，怎么呢？你还想当她的丫鬟呀？不愧是云溪的铁闺蜜，两人一唱一和，瞬间对的百里明香脸都要气歪了。但碍于心上人在场，她也只能强压住心中的怒火，极力保持自己淑女的形象。然而龙飞叶毫不在意的态度，却让云溪心碎了一地。自己好歹也是她名义上的王妃，怎能任凭他人随意羞辱？心情极度烦躁的她来到药鬼谷找顾七少借酒消愁。他们从白天喝到了黑夜，一路颤颤巍巍的回到了秦王府，两人拉拉扯扯，简直不成体统，让等候多时的龙飞叶极度的发狂。恼羞成怒的上前就将云溪搂入自己的怀里，想借此来宣示自己的主权。七少，你可别让龙飞叶了，别回来，别回来，别回来！丫头，站着站着。七少，喝酒。七少，我去喝酒啊。并且以云溪夫君的身份喝令顾七少赶紧滚，随即便抱着醉醺醺的云溪回到了府内。可没想到云溪竟借着醉意，霸气的一把将百里明香给推在了一边，自己则扑在龙飞叶的身上亲吻起来，顿时就把在场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。我要跟你母凭子贵。与宁静的欢呼雀跃相比，百里明香气得咬牙切齿。殊不知云溪还没来得及与龙飞叶母凭子贵，就醉得不省人事，只留下龙飞叶望着他傻乎乎的模样，情不自禁地露出了满脸的宠。这天是1年1度的花灯节，爱热闹的云溪哪能错过这个出府游玩的大好机会，早早的便来到集市买了2串糖葫芦，等待着龙飞叶前来赴约。可他等到天黑都没等来龙飞叶的身影，误以为龙飞叶出现了什么危险，马不停蹄地跑回了王府，怎料却发现龙飞叶竟与情敌百里明香待在了一起。还没来得及细问他为什么会爽约，就见龙飞叶冷冰冰的要将他赶到偏院去住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让云溪很是不解。这不是商量，
这是命令。搬就搬。云溪绝望的转身离去，却没注意到龙飞叶眼里的悲伤与无奈，只因他体内的毒蛊已经开始发作，害怕云溪知道后会连累云溪深陷危险之中，因此即便被云溪误解他与百里明香有私情，他也只能故意冷落着云溪，并且选择对他避而不见。可即便安排的天衣无缝，还是被毒术精湛的云溪无意间闻到了一股奇怪的草药味，担心是龙飞叶受了伤，鬼鬼祟祟的追随百里明香来到煎药的厨房，怎料却惊恐的发现百里明香的药里竟然含有剧毒，没想到表面上装的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，却背地里给自己的表哥下毒。百里明香，我看你怎么狡辩！不顾一切的闯了进去，直接将药丸打翻在地，并当众揭露百里明香的阴谋。本以为证据确凿，龙飞叶定会勃然大怒的将百里明香给就地正法，哪知换来的却是偏袒，并且叫他滚，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。云溪顿感悲伤不已。从今以后，你的事情我不再过问半分。嘴上说着不再过问的赌气话，可身体却很诚实，趁着四下无人之际，偷偷溜进了龙飞叶的房间给他诊治。这才发现龙飞叶中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毒蛊，而且通过娘亲留给他的手镯进入幻境查找毒精，却没有找到根治的办法，只能以毒攻毒来压制。以世间剧毒美人血予以抵抗，方能缓解毒蛊之害。美人血，这才知晓了龙飞叶与百里明香之间的秘密。哪知他还没来得及找到解毒的办法，百里明香为了彻底将云溪赶出秦王府，竟不顾龙飞叶的叮嘱，将云溪是太后细作的身份告诉给了宜太妃，顿时把宜太妃气得大发雷霆，连夜审问了云溪。你罔顾王妃的身份，勾结外人，害得秦王差点死在你的手里。像你这样的媳妇，哀家容不下你。危机时刻，只见龙飞叶及时赶到，这才护住了云溪的平安。无非，你误会了，表面上云溪是太后的细作，实则她是我的人。你的人？见儿子不顾一切地维护着云溪，让宜太妃很是不满，但她也深知儿子的决定无人能左右，如果再继续追究云溪的罪责，怕是会破坏他们母子俩的感情，最终也只能任凭龙飞叶带走云溪。刚刚为什么救我？你虽然是太后的细作，却没有把我的消息透露给她半分。原来你从头到尾都知道。为什么要替我保密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露骨的表白让龙飞叶又惊又喜，也让反应过来后的云溪羞涩的连忙逃离，却被龙飞叶一把给拽进了怀里。心与心的靠近，让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，就连空气中都弥散着暧昧的气息。而心机颇深的百里明香得知云溪在龙飞叶的求情下化险为夷，心里对云溪嫉恨到了极点。奈何宜太妃并没有看出他眼里的狠毒与不甘，依然把她当做自己儿媳妇的不二人选。你放心，等时机成熟，哀家一定让飞叶把你娶进府，当侧妃。谢谢姨母。哪里看得上什么侧妃的头衔，他要的可是正妻的身份。可不管他如何付出，龙飞叶却只将她当作妹妹对待，这让百里明香心里悲痛不已，也对云溪的恨意更深了一步。哪知他还没来得及再次对付云溪，远在深宫中的太后却意外助他一臂之力，成功将云溪给赶出了秦王府，但也因此让龙飞叶意外暴露了自己是毒蛊人的身份。